你知道吗？这世上最难看透的，从来不是什么阴阳五行，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而是人心。我行医治病这么多年看过太多的生离死别，也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。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，治病容易，治命难。为什么说治命难？因为很多时候你原本身体好好的，日子过得顺顺的，偏偏就是因为你身边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克你的人，把你的一身阳气给耗尽了，把你的一身积蓄给败光了，甚至把你气出了一身的病。等到你躺在病床上喝着苦药汤子的时候，你才回过神来，原来那个让你万劫不复的，竟然是你曾经最信任、最掏心掏肺对待的身边人。是不是觉得心里咯噔一下？别急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这半辈子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你对他推心置腹，他对你两面三刀，你雪中送炭，他过河拆桥，甚至你哪怕把心掏出来给他，他都嫌有腥味。这种人我们在香学里，在医理上统称为薄情相。今天我就要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，我不跟你讲什么迷信，我只讲医理，讲科学，讲这天地间最朴素的道理。因为相由心生这4个字绝对不是一句空话，一个人的五脏六腑有偏颇，他的心性就会有偏颇，反映在脸上，就是那一副让你倒大霉的薄情相。你如果不懂得看，懂得避，那吃亏的永远是你自己。尤其是那些看着老实，实则一肚子坏水的人，你若是能早一天看出来，哪怕早1分钟，你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光景。第一处秘密，眉眼藏玄机。现在说这第一处也是最藏不住秘密的地方，那就是眉眼。古人云，眉为保寿官，又名兄弟宫，眼为监察官，又通心神。这2处地方直接透着一个人的情义厚薄。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，他的眉毛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见，或者眉毛虽然浓，但是长得乱七八糟，逆着长，甚至眉尾直接散开了，像一把破扫帚一样。这一类你一定要小心。在中医里，眉毛对应的是肝胆，也是气血的荣枯。一个人的眉毛如果顺滑光泽，说明他的肝气是舒畅的，情绪是稳定的。这样的人，他在跟你交往的时候是有长性的，是讲情义的。但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眉毛逆乱或者是断眉的人，他的肝气往往是郁结的，或者是暴躁的，肝气一乱，性格就古怪，喜怒无常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遇过一个病人，40多岁的一个大老板，本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他当时带了一个合伙人来找我看病。那个合伙人一进门，我就注意到他的眉头很重压着眼睛，但是眉尾突然之间就散掉了，而且眉骨突出的非常厉害。当时我就跟这个老板讲，我说你身体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心火太旺，但是你得注意，你身边可能有小人，而且这个小人就在你卧榻之侧。那个老板当时听不进去，他觉得这个合伙人跟他是拜把子兄弟，10几年的交情，怎么可能是小人？结果呢，不到3年，这个老板再次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是满头白发，破产了。就是那个拜把子兄弟在公司上市的关键档口，卷走了所有的流动资金，还反手举报他税务问题，让他不仅仅是倾家荡产，还差点吃了官司。那个老板哭着问我说，为什么人心可以这么黑？我说不是人心黑，是他的相早就告诉你，眉尾散乱，这就叫有始无终。这种人做事只顾眼前利益，一旦涉及到钱财，他根本不会顾念旧情。再加上眉骨突出压眼，
这在相学上叫逼宫，说明这人性格强势，极度自私。一旦你挡了他的路，或者你的利用价值没了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踢开。所以诸位记住了，看人先看眉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中间有断裂，或者眉尾散得一塌糊涂，千万别跟他深交，尤其是不要跟他有金钱上的往来。这种人的情谊就像那散掉的眉毛一样，风一吹就没了。第二处秘密，眼睛通心神。再来说这第二处，也是最核心的，就是眼睛。大家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在中医看来，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，心藏神而神发于目。一个人心正不正，笃不笃，你别听他嘴上说什么，你要看他的眼睛。这里我要讲一个非常具体的特征，你们一定要记在本子上，那就是三白眼。特别是那种下三白或者眼睛呈三角形的人。什么是三白眼？就是黑眼珠比较小，上面或者下面露出了白眼仁。如果是下面露白，就叫下三白。这种相格的人，他的野心极大，物欲极强。从医理上来讲，这是肾气不足但肝火过旺的表现。肾主恐，肝主怒。这种人平时可能看着很冷静，甚至很能忍，但是他骨子里透着一股狠劲。我曾经治过一个女病人，她是典型的被三角眼给害惨了。她那个丈夫长得一表人才，但唯独就是一双三角眼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皮耷拉下来，遮住半个瞳孔，眼神总是飘忽不定的。这个女病人为了这个家，那是任劳任怨，伺候公婆，照顾孩子，甚至把自己娘家的钱都拿来给丈夫做生意。按理说，这样的糟糠之妻是不是该被捧在手心里？可是那个男的呢，生意做大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原配给踹了，而且手段极其下作。他在外面早就有了人，然后回家就挑刺冷暴力，甚至动手打人。最让我这个当医生的都看不下去的是，这个女病人当时已经查出来乳腺有结节，是气郁化火导致。医生让她保持心情愉快。那个男的知道后，不仅不关心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她。他仿佛巴不得她早点死。这就是三角眼的特点，薄情寡义，心狠手辣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利益，没有情谊。当你有用的时候，他可以装得像条狗一样顺从；当你没用的时候，或者你成了他的累赘，他会变成一条狼，狠狠地咬你一口。从中医的角度分析，这种眼型的人往往心血不足，阴阳失调，心主血脉，心血不足就无法滋养神志，导致这人缺乏同情心，缺乏共情能力。他们看到别人痛苦，心里不会难受，甚至会有一种扭曲的快感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反社会人格。在我们中医识人术里，这就是典型的狼顾之相。如果你的身边有这种眼神总是冷冰冰，或者是三角眼、三白眼的人，我劝你一句，赶紧躲。别想着你能感化他，别想着你对他好，他就能改变。你能捂热一块石头吗？你能捂热一条毒蛇吗？不可能的。这是骨子里的东西，是脏腑经络里流淌的寒气。你那点微薄的温暖，填不满他心里的黑洞。第三处秘密，鼻准与人中。第三个秘密藏在鼻子和嘴巴配合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准和人中。很多人看相只看眼睛，其实鼻子和嘴巴才是决定一个人底线的地方。鼻子为审辩官，主管财富，也主管一个人的自我；而嘴巴为出纳官，
主管食禄也代表情欲和意志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起结，就是鼻梁骨中间凸出来一块，再加上嘴唇薄得像纸一样，那这人你更要离得远远的。鼻梁起结的人脾气古怪，固执己见，很难听进别人的劝告。在中医里，这往往预示着肝胆气滞，这种人做事非常冲动，容易走极端。如果再加上嘴唇极薄，那就更可怕了。唇薄之人往往善于巧言令色，但是刻薄寡恩。嘴唇对应的是脾胃，脾开窍于口，其华在唇。脾主运化，主包容。个厚道的人，他的嘴唇往往是有肉，红润的，说明他的脾胃之气充盈，为人宽厚，能容人容事。而嘴唇薄的人，脾气往往虚弱或者是偏激，这种人在言语上非常尖酸刻薄，喜欢在背后说是非，挑拨离间。我老家有个邻居，就是典型的这种面相。那个老太太嘴唇抿起来像一条线，鼻梁骨高耸入骨，她这辈子就没说过谁一句好话，东家长西家短。谁家要是过得好了，她就在背后造谣说人家的钱来路不明。谁家要是遭了难了，她不仅不帮忙，还在旁边看笑话，说风凉话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是她自己的儿女最后都离他远远的，没人愿意回来照顾他，因为他对待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刻薄算计，直到他临终的时候，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。这就是薄情相的报应，他把刻薄当精明，把算计当本事，结果算来算去，把自己的福报全算没了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说话尖酸刻薄，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，而且面相上鼻骨起结，嘴唇薄削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他是直性子，更不要觉得他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没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，刀子嘴的人心通常也是硬的，语言是心的声音，心若是软的，怎么可能说话那么伤人？更深层的识人之道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眉眼口鼻，很多人就急着去照镜子了。别急，真正厉害的还在后头。如果说刚才那些是皮毛，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骨相和神态。皮肉可以动刀去整，可以化妆去掩盖，但是骨头长在那，神气透出来，那是整不掉，藏不住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高手一眼就能看穿一个人骨子里的善恶。我们要讲的第4个史穴叫横肉胸颧骨飞。在中医里，颧骨这个位置非常关键，它对应的是小肠经，也透着肺气的肃降和肝气的生发，一个好的面相。颧骨要是圆润的，要有肉包裹着，这叫有权有柄，这种人能扛事，有责任心。但是你记住了，有一种人，他的颧骨是向两边横着长的，或者是像两座孤峰一样突兀的耸立着，上面没有一点肉，皮紧紧地包着骨头，亮得反光。这在相学里叫颧骨无肉，杀夫不用刀，或者叫克妻不用毒。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吓人？我给你们讲个医理，你们就懂了。颧骨属金，肝属木。如果颧骨太尖太露，就是金克木太过了。这种人的性格极度霸道，控制欲强到了变态的地步。他在家里或者在公司里必须是一言堂，你只要稍微有一点不顺他的意，他就会想尽办法打压你，直到把你精神摧毁为止。我曾经接诊过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，才28岁，乳腺癌晚期。
这姑娘长得温婉可人，性格也好。她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她一脸的郁气，脉象沉细的几乎摸不到，这是典型的肝气郁结，气滞血瘀。我就问她：你结婚了吗？她点点头，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。后来她那个老公来了，一眼看过去，心里就全明白了。那个男人颧骨横张，腮骨也横着长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杂腮，从背后都能看到腮帮子，这种骨相叫反骨，加上他那个颧骨尖耸，一脸的凶相，在病房里，那男人不仅不心疼老婆，还在那骂骂咧咧，嫌医药费贵，嫌老婆这病耽误他做生意，甚至当着我们要赶他老婆出院。这就是典型的颧骨飞，心如铁。这种人他把你娶回去，或者跟你交朋友，不是因为爱你，是因为你能被他控制，你能做他的奴隶。一旦你生病了，没价值了，他比扔垃圾还快。从中医角度看，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你的肝气永远是受压制，肝主疏泄，你天天憋屈，气血不通，这毒素全堆积在乳腺、子宫、甲状腺这些地方，你不生病谁生病？所以说这种人就是行走的致癌物。你看清楚了，如果你的身边人是这副尊容，而且性格暴躁，你要是想多活几年，真的得早做打算。耳朵里的秘密。第五个秘密藏在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，那就是耳朵，特别是耳轮和耳廓的关系。大家伸手摸摸自己的耳朵，外面这圈卷进去的叫耳轮，里面凸出来的软骨叫耳廓。正常的耳朵是耳轮包着耳廓，这叫君臣归位，说明这人懂规矩、守本分、知恩图报。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耳朵里面那个耳廓凸出来非常明显，甚至把外面的耳轮都撑开了，整个翻在外面，这叫轮飞廓反。这种面相的人在中医上讲是先天肾气虽然足，但是虚火太旺，心肾不交，表现在性格上就是极度的叛逆，极度的自我中心。他们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忘恩负义，你对他好1000次，他觉得是应该的，但只要有一次你没满足他，或者你纠正了他的错误，他立马翻脸，甚至会把你当成仇人来报复。我年轻时候收过一个学徒，那孩子刚来的时候特别勤快，看他可怜，家里穷，就免费教他，还管吃管住。那时我不懂相术，只觉得这孩子机灵。但是我有几个老友来喝茶，看到这孩子就私下跟我说，这孩子轮飞廓反，眼神不定，脑后见腮，以后恐怕要反咬你一口。当时我不信邪，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对他如己出，他还能害我。结果呢，就在他学成要出师的那一年，他不仅偷走了我几本珍贵的手抄医案，还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，卖假药。等我发现去找他理论的时候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留了一手，没教他真本事，说我利用他干苦力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听懂了老祖宗的话。这种轮飞廓反的人，他的世界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全世界都欠他的，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感恩这2个字。所以如果你是做老板的招员工，看到这种人，千万别把他放在核心位置。如果你是找对象，遇到这种人，不管他现在对你多狂热，你都要小心，因为他的爱是建立在索取的基础上。一旦你停止输送利益，他的报复会比陌生人狠毒100倍。手相与声音，
刚才我们聊了面相上的五官，很多朋友可能听得后背发凉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还有一个地方是比脸更容易暴露一个人真实心性的，而且往往被大家忽视，那就是手。常言道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脸是可以整的，表情是可以装的，但是一个人的手以及他那一瞬间的体态是装不出来。在中医里，手是人体经络的汇聚之地，手三阴，手三阳，6条经脉都走手。所谓十指连心，这不仅仅是一句修辞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医理。心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其冲在血脉。而手掌的色泽、温度、软硬，直接反映了心血的盛衰和心脏功能的强弱。大家有没有跟那薄情相的人握过手？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有一种人，他的手伸出来，手指尖尖细细的，像鸡爪子一样，而且无论春夏秋冬，那手握上去都是冰凉冰凉的，甚至手心还带着湿冷的汗。这种手相你要警惕了，在中医上这叫阳气虚脱。心血不足，手脚冰凉，说明他的阳气达不到四肢末梢。阳气是什么？阳气就是温暖，就是爱，就是给予一个身体里阳气极度匮乏的人，他的内心世界往往是阴暗的、寒冷的，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暖不过来，他拿什么去温暖？拿什么去爱你？我以前遇到过一个病人，是个非常有名的投资人，他来找我看失眠，整宿睡不着。我一搭他的脉，那个手啊，凉得像抓着一块死猪肉，而且骨节粗大，手掌既薄肉又少。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心慌，容易受到惊吓？他说对。我又问，你是不是在钱财上特别计较？哪怕是你最亲的人，你也要算得清清楚楚。他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没说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人在家里实行的是 AA 制，连老婆买菜的钱都要记账，孩子上补习班的钱如果多了，他都要发脾气。他身价上亿，但是对他父母极度吝啬，父母生病住院，他去都不去，只派个秘书去扔点钱。最后怎么样？他老婆受不了这种冷暴力，抑郁成疾，自杀了，孩子也离家出走，跟他断绝关系。这就是典型的手如鸡爪，心如蛇蝎。这种人由于心血亏虚，无法涵养心神，所以他的安全感极度缺失。为了弥补这种安全感，他就会疯狂地抓取物质，抓取金钱。他的手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，只知道往里刨，不知道往外撒。你跟他谈感情，他跟你谈利益；你跟他谈付出，他觉得你是傻子。所以姑娘们、小伙子们找对象的时候，握握他的手。如果一个男人的手宽厚、温暖、干燥，那说明他阳气足，心胸开阔，能扛事，能护着你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总是湿冷、无肉、尖细，而且握手的时候软绵绵的没劲，或者一触即收，像触电一样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这种人多半是自私凉薄之辈，大难临头他绝对是第一个跑的。再来讲一个更隐蔽的特征，这个特征古书上讲了很多，但是现在人很少注意，那就是脑后见腮。什么叫脑后见腮？就是你站在这个人的背后，明明隔着头发，隔着脖子，你竟然能看到他那2个大腮帮子鼓出来，这在面相学上叫反骨。三国演义里魏延就是这个相。诸葛亮为什么一直防着他？就是因为他脑后见腮，必定造反。当然我们不讲演义，我们讲医理。
筛骨这个位置对应的是足少阳胆经和足阳明胃经。筛骨过分横张的人往往胆气过盛，但是这种胆不是正气的胆，而是邪气的胆。胃经多气多血，这种人精力极其旺盛，意志力极其顽强。这本来是好事，但是如果配上眼神凶恶或者眉毛压眼，那就坏了。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报复心极强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普通人要是受了委屈，发牢骚，过2天就忘了，但是脑后见腮的人不一样。你今天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，得罪了他，他当时可能笑嘻嘻的，好像没听见，但是这件事他会记在心里，刻在骨头里，他会等1个月、1年甚至10年，等到你最脆弱、最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他会在背后狠狠地捅你一刀，而且这一刀绝对是要害。我曾经治过一个被反骨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案例，这家人是做物流生意的，老板是个厚道人。当年他招了一个司机，这司机长得就是筛骨横张，一脸横肉。老板觉得这人力气大，能吃苦就留下了，还提拔他做了车队队长。结果呢，这个司机在背地里利用老板资源偷偷接私活，还把公司的客户资料全都倒卖给竞争对手。最可怕的是，当老板发现端倪准备开除他的时候，这个司机竟然提前设了个局，在运输的车上做了手脚，导致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货物全毁。司机自己受了轻伤，却反咬一口，说是车况问题，要老板赔巨额的工伤费和精神损失费。那个老板当时气得心脏病发作，直接进了 ICU。 我在抢救那个老板的时候，听他家里人哭诉这事，我就感慨，这就是养虎为患啊！这种脑后见腮的人，你对他有他不会记得，你对他有一点不好，他就要你的命。他的逻辑是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所以各位老板、各位家长，你们在用人交友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他的筛骨。如果筛骨横张，而且眼神不正，这种人能力再强，哪怕是旷世奇才，你也不要用，因为他的能力越强，将来反噬你的力度就越大，你驾驭不了他，这是天性。吃相与声音，除了手和筛骨，还有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细节，能让你瞬间看清一个人的本质，那就是吃相。孔子讲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中医讲饮食治备，肠胃乃伤。一个人的吃相暴露的是他的家教，更是他的欲望控制能力和对周围人的态度。你观察一下，有一种人吃饭的时候，那个筷子像是在菜盘子里寻宝一样翻来翻去，把自己喜欢吃的挑走，把不喜欢的扔在一边，或者菜刚一端上来，别人还没动筷子，他呼的一下就伸出去了，而且专门挑最好的那块肉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掠夺型人格。在中医里，脾开窍于口，脾主运化，主公平。一个脾气好、有修养的人，他吃饭的时候是有节制的，是会照顾别人感受的。但是那种吃相难看的人，往往是脾胃功能紊乱，要么是脾虚不运，要么是胃火过旺。脾虚的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要拼命的抓取、囤积。胃火旺的人欲望太强，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。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饭局，同桌有个做生意的老板，看着西装革履，人模人样，但是菜一上来，他那个吃相啊，简直让人倒胃口。他不仅自己吃得满嘴流油，还不停地往自己碗里扒拉，生怕别人多吃一口。
更过分的是，他夹菜的时候，筷子在盘子里搅来搅去，把整盘菜都翻了遍。当时同桌有个老先生就皱着眉头，饭后私下跟我说，这人成不了大事，而且早晚要出事。我问为什么，老先生说，一个人连吃相都管不住，你指望他在利益面前能守住底线。果不其然，不到半年，这个老板就因为诈骗被抓了。他做的是集资项目，骗了几百个老百姓的养老钱，卷款跑路。所以你看，吃相这个东西看似是小节，实则是大德。一个人如果在饭桌上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那他在生活中，在生意场上也必定是损人利己的。你跟这种人合作，他一定会把你当成那盘菜，把你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全都刮走，然后把你这个空壳子扔掉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容易被忽略的，那就是声音。中医讲五音应五脏，心声为笑，肝声为呼，脾声为歌，肺声为哭，肾声为声。一个人的声音直接反映了他的脏腑状态和心性修养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说话声音特别尖锐刺耳的人，就像指甲刮黑板一样，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？这种声音在中医上叫精声过亢，是肺气不降、肝火上炎的表现。这种人性格往往极度敏感、多疑，而且刻薄。他们说话喜欢阴阳怪气，喜欢用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别人。还有一种人，说话声音忽高忽低，飘忽不定，像唱戏一样。这种人你也要小心，这叫身无根，是心神不定、心术不正的表现。这种人说话往往言不由衷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他今天跟你称兄道弟，明天就能把你卖了。相反，一个真正厚道的人，他的声音是沉稳的、有力的，但又不会咄咄逼人，就像钟声一样浑厚悠长。这种声音说明他的肾气足、心气平，这样的人做事靠谱，值得深交。我年轻的时候跟师父学医，师父就教过我一个绝招，听声辨人。他说，你不用看这个人的脸，你闭上眼睛听他说3句话，你就能判断出这人的心性。如果他说话的时候气息短促，声音发颤，那是心虚胆怯。如果他说话声音洪亮，但是带着一股戾气，那是肝火过旺，性格暴躁。如果他说话绵软无力，有气无力，那是脾肾两虚。这种人往往意志薄弱，靠不住。最可怕的是那种说话声音很甜、很温柔，但是你仔细听，他的尾音是往下沉的，而且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这种人表面上对你笑脸相迎，实际上心里不知道打着什么算盘。这在相学上叫笑里藏刀，在医理上叫阴盛阳衰。这种人的心机极深，城府极重，你跟他交往，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。如何破解与自保？说了这么多薄情相的特征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，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恐慌，我身边好像就有这样的人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别急，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们破解之道和自保之法。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相由心生，相也可以由心改。一个人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是薄情相，但是他通过修身养性、积德行善，他的面相是会慢慢改变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有个病人年轻时候就是典型的三角眼、薄嘴唇，性格刻薄，跟家里人关系都很僵。后来他经历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死掉，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。他突然就想通了，出院以后他开始做慈善，帮助那些跟他一样生病的穷人，
而且对家里人的态度也变了，变得温和包容。10年以后我再见到他，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，眼神变得柔和，嘴角也有了笑意，连那个三角眼都不那么明显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一些薄情相的特征，不要绝望，更不要破罐子破摔。你要做的是从内心开始改变。中医讲心主神明，你的心念一转，你的气血就会跟着转，你的面相自然就会改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大家几个方子。第一，修心养性，多读圣贤书。古人的智慧能够滋养你的心神，让你的心变得宽广柔软。当你的心柔软了，你的肝气就舒畅了，你的眉眼就会变得温和。第二，多做善事，不求回报，布施、放生，帮助弱者。这些善行能够增加你的阳气，化解你体内的戾气。当你的阳气足了，你的手就会变得温暖，你的声音就会变得有力。第三，孝敬父母，善待家人，百善孝为先。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他的福报是留不住的。当你真心实意地对待你的家人，你的心量就会打开，你的面相自然就会改善。第四，控制欲望，知足常乐。很多薄情相的人之所以变成那样，就是因为欲望太重，永远不满足。你要学会放下，学会感恩。当你不再贪婪，你的眼神就会变得清澈，你的气色就会变得红润。那如果你身边已经有了薄情相的人，而且这个人已经给你造成了伤害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的建议是，能躲就躲，能离就离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。很多人总是抱着一种幻想，觉得我只要对他够好，他总有一天会被感动，会改变。醒醒吧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成年人的性格和心性，尤其是那种已经在脸上、在骨头里刻下印记的人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改变他？你是佛祖还是观音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，尤其是女性，她们明明已经看出来对方不对劲了，但是因为投入了感情，投入了时间，投入了金钱，就舍不得放手。他们总觉得再坚持一下，再忍一忍，对方就会变好。结果呢，他们不仅没有等来对方的改变，反而把自己的青春、健康，甚至生命都搭进去了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在选择伴侣、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被一时的甜言蜜语迷惑，不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欺骗。你要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手，看他的吃相，听他的声音，观察他对待弱者、对待父母、对待陌生人的态度。一个真正值得你托付的人，他的眼神一定是坦荡，他的手一定是温暖的，他的声音一定是真诚的，他的行为一定是表里如一的。如果你发现对方有我前面说的那些薄情相的特征，而且不止一条，那你就要警惕了。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改造他，而是保护好你自己。该分手就分手，该辞职就辞职，该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，不要觉得可惜，更不要觉得丢人，及时止损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能量场。什么叫能量场？就是你自己的气场，你的正气。中医讲正气存内，邪可干。当你自己的阳气足，正气足的时候，那些阴暗的、
负能量的人自然就会离你远去，因为他们靠近你会觉得不舒服。怎么提升自己的能量场？早睡早起，规律作息，这能养你的肾气，多晒太阳，多运动，这能增加你的阳气，心存善念，多做好事，这能积累你的福报，远离负能量的人和环境，这能保护你的心神。当你把自己修炼好了，你的眼光自然就高了，你就能一眼看穿那些薄情相的人，你也就不会再被他们伤害了。最后的忠告，说到这里，今天这堂诗人课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这个世界上，好人有，坏人也有，厚道人有，薄情人也有。我们学习识人术，不是为了去歧视谁，也不是为了去伤害谁，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，保护我们爱的人。你要记住，看相识人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参考，它不是100%准确的，也不能代替你自己的判断。但是当你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，你至少多了一双慧眼，你能够在关键时刻避开那些会伤害你的人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不要因为学了这些就变得多疑冷漠。不是每个眉毛淡的人都是薄情的，也不是每个三角眼的人都是坏人。相学只是告诉你一个概率，一个倾向。真正要判断一个人，你还要看他的行为，看他的选择，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修好你自己的心。当你的心是善良的，是光明的，你自然就会吸引同样善良、光明的人来到你身边。当你的心是阴暗的，是算计的，那你吸引来的也必定是同类。所以说到底，识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去识别别人，而是去修炼自己。当你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正直、善良、有智慧的人，那些薄情寡义之辈自然就会离你远去，而那些真正值得交往的人就会向你靠拢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。希望大家听完以后，不是去恐慌，不是去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而是能够更加清醒、更加智慧的去生活，去选择，去爱。记住，这个世界虽然复杂，但是只要你心中有光，你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愿大家都能远离薄情之人，遇见真心之人，过上平安喜乐的好日子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就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更多人能够避开那些人生路上的陷阱。咱们下次再见。